让你在 VR 里面拜妈祖掷圣杯。这个来自英国的游戏团队竟然做了一款纯正的国风 VR 解谜互动游戏。3月7号全新上架快车 Steam 商店的 VR 新游《海盗女王被遗忘的传说》，改编自中国清朝时期的著名女海盗郑一嫂的传奇故事。制作方也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好莱坞华裔女演员刘玉玲来配音。相当于我们在游戏里是在跟刘玉玲合二为一的扮演郑一嫂，一个是在用动作演出，另一个则是声音表演。其实当你在玩这个海盗女王 VR 的时候，会发现虽然它是以 VR 游戏的身份上架的商店，但本质上它更像是一个 VR 互动电影，只是我们成为了其中的主角，所以整个作品的游戏元素并不多，解谜的设计也没有特别大的难度，每个谜题的存在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让 VR 用户能够更注意叙事的剧情并沉浸其中。可以说海盗女王 VR 是专为那些喜欢身临其境叙事的玩家量身定制的，无战斗重探索的设定也非常适合 VR 电影、VR 游戏新手和一些历史爱好者。而这次的作品是海盗女王系列的开端，后续工作室也会继续制作相关系列的漫画和影视剧。相信对于我们国人来说，整个游戏的场景和道具细节将会让我们倍感亲切。正是有了这一层故事的背景渊源在，这次咱们的世界任意门在跟他们沟通时，也为我们的国内的 VR 玩家争取到了一个特殊福利，就是抽送由游戏团队 Singer Studio 提供的 Quest 3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 VR 玩家社群，了解详细的活动细则。同时，我也会在关注我且在评论区留言的粉丝朋友中抽出一位，送出《海盗女王被遗忘传说》的游戏 key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游戏在 VR 一体机中的表现具体如何。VR 是虚拟的，但体验是真实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，我是老朋友翟老师。咱们先说一下《海盗女王 VR》在快车上的画面表现，因为是静态空间为主的解谜互动作品，开发者也是很给力的，给到了动态分辨率，最高渲染分辨率是2600×2400，这在原生的 VR 一体机游戏的默认值里算是很高了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游戏模型的锯齿。不过可惜的是，纹理贴图就还是一般般 VR 一体机的水准，近看的话马赛克感很强。好在船内室内场景的设计和布置绝对是非常还原清朝时期的感觉，开发者特别有心的在每个场景加入了很多互动小道具。当你拿起这些小道具，刘玉玲的旁白都会补充跟道具有关的故事和角色背景，帮助你快速进入游戏叙事的情绪之中。游戏故事改编自咱们中国的真人真事，晚清时期郑一是中国南部海域最大的海盗头子，他的夫人香菇被人称作郑一嫂，他们跟义子张宝仔领衔的海盗团，季节清朝平民也会对英国富商船只下狠手，久而久之，渐渐的恶道名声也被英国人知晓，并越传越广。因此你甚至可以在《加勒比海盗3》《奇异博士》等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以郑一嫂为原型改编的角色。如果你有一台 Pico， 你也可以在 Pico 视频里看到个名为《女海盗成名之路》的 VR 短片作品，讲的也正是郑一嫂的故事。那《海盗女王 VR》的主线剧情就是郑一嫂在丈夫郑一死亡后，暗中跟海盗团内部的对手郭婆带较量，潜入并夺取海盗团的控制权。整个过程呢只集中在一个深夜，所以游戏的重点不是刺杀对手的战斗，而在各个船舱间游走的探索。你需要在月光下划船前行，一边躲避英国人的大炮，一边攀爬岌岌可危的缆绳。进入室内还要破解谜题，以智取对手，直到最后夺取船队的控制权。然后说，光从剧本来看，游戏的叙事还算引人入胜啊。尤其是在前半段还是相当有悬念的，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，因为没有战斗元素，游戏性很弱，在故事后半段本该进入高潮部分时，你就会觉得结束的突然和草率，少了那种戏剧性的成就感。但有一点海盗女王 VR 做得很好，就在谜题设计和情节铺陈上充分的注入了中国文化元素。比如有一关是你需要先给自己的丈夫上香，你才能得到下一步线索的指引。门的密码锁不再是数字和莫名的符号，而是直接的汉字招财进宝。对咱们来说，一眼就能知道解锁的答案是什么。可是对于老外，他们必须要把招财进宝4个字当成图案，并根据字体的颜色判断密码字符的顺序。更绝的是，在剧情和旁白中频频提到妈祖。对于中国要在海上谋生的人来说，少了妈祖的存在就少了那位啊。而在故事的结尾，当郑一嫂纠结自己作为女性够不够资格接起海盗头子权力时，她也必须前往妈祖庙谋求妈祖的指引。这一情节，我相信生活在福建的朋友会深有感触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整个作品的流程属实是有点短，因为中文谜题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，很多部分瞬间就能够心领神会。我相信绝大部分人2到3个小时就能搞定，因为游戏里还给了你一个灵丹道具，当你卡关的时候摇一下，就会有旁白给你线索暗示。可能对于老外才会需要接近4个小时的游戏时长。
虽然游戏开发者还试图在每个不同的章节设置了3个隐藏的收藏品，但是收集要素并没有为游戏增加多少可玩性，也没有实际性的奖励意义。因此，玩家们在游玩过程中也会觉得这些收藏品是可有可无的存在。所以总结下来，《海盗女王被遗忘的传说》的最佳定位还是 VR 互动电影，你不能当成广义上的 VR 游戏来看待，它更符合一次性的 VR 入门体验的标准。重探索的流程、轻度解谜的设定，难度不大，但也足够展现 VR 交互的特质，再加上足够历史韵味的中国故事，把它放在线下 VR 体验店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OK，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，而是陪着 VR 成熟的另外找圈。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，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和频道，别忘了给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3连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